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明朝末年，浙东的柳新镇有一个小孩叫王江，是个吃百家饭的。他爹因为夜里去宋大财主家偷盗，被下人失手打死了。之后他娘受不了村里人的眼光，忍痛把4岁的他扔给了他奶奶，然后就走了，再也没回来。那年代日子本来就穷，镇子里的孩子都骂王江是个贼的孩子，没爹没娘，自然受了不少苦。他奶奶病逝后，他就彻底没人要了。好在村里有几户好心人，到了饭点儿，王江就跑到人家大门口要吃的，夜里就睡在四处漏风的破房子里，好歹是活了下来。要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柳新镇大雨3天3夜，王江的破房子彻底瘫了，还砸断他一条腿。雨后，人们在大街上看到王江在泥地里爬，应该是想去找先生治腿。镇子里就老刘家一间医馆，刘家又是出了名的吝啬，至今没人能赊出1钱药材。这孩子这条腿怕是保不住了。人们心里可怜王五，但是也是没人会给他出钱治腿，毕竟谁帮助他，就等于得罪了宋财主。当初王五他爹去宋家偷盗，据说是进了宋家小姐的房间了，所以至于是不是失手打死的，人们众说纷纭。宋家摆平了官府那边没再追查，但是也让下人放出风来，不许接济这贼人的儿子。人们一方面怕得罪宋家，另一方面也不想管王五，毕竟王五越长越像他那个爹，一脸的阴郁。正当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，一辆马车经过，然后有个白胡子老头下来了。那老头直接就奔着王五而去，可是却被一个好心人拦住了。老先生，您是外地来的吧？您可能不知道，这孩子是个贼的孩子，谁要是帮他，让宋财主知道了，少不了麻烦的。我好心提醒您。老人笑着开口，孩子是无辜的，而且我是途经此地，不怕得罪你嘴里说的宋财主，谢谢您的提醒。老人走过去，看着已经奄奄一息的孩子，摸了下孩子受伤的腿，满脸心疼，好在还有救，于是便叫下人将孩子抬上马车。不多时，马车便消失在夜色中。转眼10年过去，当年李神医外出为人诊病，回乡途中路过柳新镇，刚好看到躺在泥坑里奄奄一息的孩子，尤其是看到他的腿伤再不救治，轻则残废，重则丧命，想到周围人的疏离，于是便好心地将孩子救了回去。当检查那孩子的腿时候，李神医心里也是没底，不过最终不愧是神医，孩子的腿截好了，3个月后恢复如初。王江在李府养病期间是被安排在后院的，平日里倒是很少见到李神医和他的家人，但是从给他换药的下人那里得知，李神医是这方圆100里有名的神医，医术精湛，而且有很多独门秘方，来求医的人里还有很多达官显贵。王江心想，难怪自己的腿恢复这么好，下人送来的饭菜也多是他不曾吃过的美味。可是眼看着自己的腿伤就要好了，恐怕这种好日子就要到头了。王江心想，不行，他再也不要过流离失所的日子了。于是在李神医又一次来看望他的时候，他一副颓废的样子，孩子腿恢复得很好，放心吧。神医自然不知道他为何满脸的忧郁。李神医，您对我有再造之恩，我如今已经无家可归，如果您不嫌弃，就让我留在您家里吧。您的医术让我敬佩，您收我为徒吧。王江一脸诚恳。神医没想到这孩子会这么说，也怪自己疏忽了，这孩子也着实可怜。想到自己如今医术登峰造极，家财万贯，但是只有一个6岁的女儿，若是与这孩子有一番姻缘，
倒可以试一试。于是李神医正式收王江为徒。那天，李神医让夫人张罗了一桌子好菜，让王江正式认识下自己的夫人和女儿蓉蓉。李夫人对丈夫的决定从来是支持的，因为丈夫不仅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名医，还是一个大善人，只是外人并不知道罢了。李神医早年困顿，得到贵人帮助，才习得医术，后来更是因为高超的医术引来很多达官显贵，那些人出手就是几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。李神医认为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于是将大部分所得都悄悄捐赠给了穷苦人。只是这事只有李夫人和家里的管家知道，所以当初丈夫将一个受伤的孩子带回家诊治的时候，她并未放在心上，只是让下人好生照看。只是如今竟然要收他为徒，还这么正式地带进家里，让女儿蓉蓉也见一见，这让她心里不太舒服。尤其是看了那孩子之后，更让她难受。王江虽然尽力装作一副谦卑恭顺的样子，可是李夫人看了他的面相和眼神之后，心里总是觉得不安。不喜欢王江的还有李蓉蓉。李蓉蓉从小锦衣玉食，娇生惯养，看着这么一个穷小子竟然哄得爹爹收他为徒，还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，让他心里膈应。可是不管是李夫人还是李蓉蓉，在席间都没有丝毫无礼之处，因为李神医在这个家里是说一不二的。王江自小活得卑微，善于察言观色，虽然这对母女面上并未表现出任何不满，但是他很清楚地感觉到了被他们嫌弃厌恶，也明白了他们都怕李神医，所以没关系，师傅是真心对他的，只要讨好师傅，那么自己自然有好日子过的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王江被安排住进了李家的医馆，白日里他就站在李神医身旁，看着李神医为人诊病。为了尽快得到师傅的认可，他到了夜里就偷偷读医术，基本上每日只睡2-3个时辰。神医看到了王江的勤奋，很是欣慰，于是在一日看诊结束后，决定考一考这个徒弟。没想到王江对答如流，不仅如此，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，这让神医看到了王江的天赋，果然是他选中的人，于是就更加器重他。又过了几年，王江的身体经过悉心调养，如今已经长得非常结实了，人也高大的很多，只是性子还是那么沉闷寡言。王江还是每月去师傅家吃团圆饭，饭桌上基本都是神医自己在说，王江附和着。李夫人还如从前那般对他有着疏离的热情，会嘘寒问暖，但是总会点到为止。而李蓉蓉此时已经长大了一些，心智也成熟些，虽然不似过去那般趾高气昂，但是每次饭桌上也只是没什么感情的叫了声江哥，胡乱吃几口便借口匆匆而去。这日李蓉蓉故技重施，假装打翻了汤碗，就说正好吃饱了，就下去了。在回房的路上，丫鬟开口：小姐，你为何如此讨厌王江呢？说不出为何，总感觉他看我的眼神有些吓人。我娘也不喜欢他，只是碍于我爹的面子，所以才会大体过得去。对于我每次躲着他，也从不怪我，只是我爹他训斥了我几次。李蓉蓉有些气恼地跟丫鬟抱怨：小姐，你以后要嫁给他的，可不能一直这样。丫鬟继续说道：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会嫁给他？李蓉蓉一下子就怒了。丫鬟一副无辜的样子，开口说：小姐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还以为你早就知道，王江是老爷给你找的郎婿，我也是听管家说的。那天我出门的时候，正好看到管家在训斥门童，好像是门童对王江态度不好，被管家看到了，就说让他以后长点眼色，然后指了指小姐你的房间，低声说他以后是你的主子。李蓉蓉这才反应过来，难道爹爹对他如此照顾，不仅传他医术，
还动不动就请家里来吃什么团圆饭，还必须让自己也得出席。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，难怪那小子每次看自己的眼神都直勾勾的。呵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想得美。这是丫鬟听来的，所以李蓉蓉要亲自去确认。但是当李夫人沉默以对的时候，她彻底相信了。娘，我不喜欢王江，你看他那样子，当初要不是爹爹心善将他救回来，哪有他的今天？怎么还想着攀高枝呢？蓉蓉啊，娘也是不喜欢他，总感觉他心事重，面相上看也不像是会疼人的良人。我跟你爹提过，不想让你嫁给他，可是你爹喜欢他，说他天资聪颖，人有刻苦，做事情踏实，医馆交给他，你爹爹也放心，毕竟他的一切都是咱们李家给的，将来我们100年之后，他就是冲着恩义也会对你好的。李蓉蓉知道母亲从来不会忤逆爹爹，于是也就不再哭泣，她必须自己想办法。于是在中秋家宴之后，李神医借口贪杯有些难受，让夫人扶他先回房间了，交代李蓉蓉陪王江再待一会儿。李蓉蓉和王江心知肚明，也不挑破，但是等李神医夫妇回房间后，李蓉蓉也懒得再装下去。江哥，你如今也18岁了，有心仪的姑娘了吗？看到王江有些诧异，不待他开口，李蓉蓉继续说，我有了心上人，就是书院的林公子，你听过他吧？上次在苏家的宴席上，我对他一见钟情，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也很喜欢，只是他家祖母刚过世1年，在守孝期，所以才没好意思开口来我家提亲吧。呵，王江心想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那林公子虽说长得玉树临风，翩翩公子的样子，但是在男人间，谁人不知，那是个顶风流的人，不仅喜欢棉花素柳，还经常勾引已婚的少妇。上次就是在他祖母丧事期间，糟蹋了一个新来的少妇，被他爹好一顿打。没想到李蓉蓉也跟那些女子一样，看上了他的皮囊，只不过李蓉蓉真的没听说过林公子的那些污糟事吗？怕是想让自己知难而退吧。当初自己拼了命地留在了李家，原本想有个安身立命之所，如今习得一身医术，不管是留在医馆还是出去自谋生路，他都不再惧怕。可是有一日，师父找到他，徒弟啊，你如今也到了成家的年纪，虽然你已无父母，但是若是有心仪的姑娘了，可以跟师父说，师父给你去提亲。师父，我没有遇到喜欢的姑娘呢，我现在就一心想要跟您学习医术，成为像您一样受人尊重的神医。王江一脸真诚，其实内心已经猜到师父为何突然问他这件事。果然，他师父接下来说的话印证了他的猜测。没有，好啊，好啊，你现在已经能够独立看诊了，但是学医之路还很长，专心修业很重要。我有意将蓉蓉许配给你，不知你对她可还满意？李蓉蓉长得貌美，身段也愈发妖娆，虽然脾气不太好，毕竟娇惯着养大，有些大小姐脾气也正常，但是也算是知书识礼，又有这么显赫的家世，王江自然是100个愿意的。只是他还是开口说，蓉蓉自然是100个好的，只是我出身不好，师父您不嫌弃我，我感恩戴德，就是怕蓉蓉不喜欢我，你喜欢她就好。这孩子被你师母娇惯坏了，没有你说的那么好。既然你同意，那么就等明年他成年，我便为你们操办婚事。王江自那之后表现得更好了，在铺子里更用心，因为这一切将来都是自己的产业。虽然他也想到这些年李蓉蓉似乎对自己并不喜欢，而且还有意无意疏远他，但是想到在李家师父是说一不二的，他自然也不会忤逆师父的意思。只是没想到今日家宴后，李蓉蓉竟突然跟自己说已经有了心上人，
还是林家那个花花公子？自己该如何开口呢？思虑再三，王江说道：蓉蓉，你知道林公子的为人吗？可是李蓉蓉却打断他，那些都是假的。林公子说了，都是别人嫉妒他才编瞎话的，那些女人得不到他，就往他身上泼脏水，我可不会相信的。王江明白了，这李蓉蓉若不是真心喜欢那小子，就是故意恶心他，让他断了念想。呵，他玩味地看着李蓉蓉，果真是天真，他师父自然是不会让她嫁给那么个人的。他也不再多说，转身告辞。李蓉蓉看着王江身影消失在夜色中，丫鬟走出来，有些担忧地看着小姐，因为她那个角度看到了王江那个笑容，让她浑身恶寒。小姐，你什么时候喜欢林公子了？虽然林公子名声不太好，但是好歹也是高门大户，嫁过去是要做豪门贵夫人的，怎么不比嫁给这么个只会讨好我爹的走狗强？看到他我就恶心。主仆二人的话，被院墙外还没走远的王江听了个一清二楚。隔了几天，又到了每月团圆饭的时候，王江却有些支支吾吾的，这让李神医有些诧异。以前每到这天，王江都是特别开心的。徒弟，你是怎么了？有什么烦心事吗？李神医温和地开口。师父，感谢您的抬爱，我配不上蓉蓉，以后就不去您家里吃饭了。说完，就一脸颓废地转身走了。李神医还记得之前得知将蓉蓉许配给他时，王江那欢喜的样子。这才过多久？到底怎么回事儿？他刚好看到李二进来，想到平日里李二跟王江关系最好，他应该知道些。哎，他怎么会不喜欢大小姐呢？昨日突然找我借酒消愁，他是喝太多了。就说了，原来大小姐已经喜欢上了林家的少爷，他觉得自己比不上林少爷，所以才苦闷。可怜啊！什么林家那小子？李神医气得差点骂娘，转身就气呼呼地回家去了。他刚走，王江就从后面出来了。李二笑嘻嘻地上前，我都是按照你教我的，没少说吧？没有，谢谢你了，李二哥。王江真诚地说。不用不用，他日你成了李家的女婿，可不要忘了小弟我今日之功啊。放心，少不了要让你当个管事的。王江心想，这下师父回去一定会好好教训李蓉蓉了。李府书房，老爷，一会你要控制住脾气，不要对蓉蓉发火。也许是那王江听人胡说的，可不要冤枉了女儿啊。李夫人焦急地看着门口说道。刚刚老爷回来的时候，他就见不对劲，然后听到了起因，他就借口让老爷来书房，别让下人听了去，然后他就让贴身婢女先去给女儿通风报信。可是没想到女儿竟然丝毫没有隐瞒，直接就将自己不喜欢王江的事说出来了。爹爹，我是你独生的女儿，你最疼我了，我从小就见你与娘亲恩爱不移，间谍情深，所以才家宅兴旺。可是我自小就不喜欢王江，发自内心的不喜欢，但是因为爹爹要收他为徒，所以我也是一直以礼相待的。但是让我嫁给他，女儿宁可去死。李蓉蓉说的坚决，她今天必须要跟爹爹挑明。好，就算你不喜欢王江，但是你也不能嫁给林家那小子，他是个什么货色，你不清楚吗？李神医有些松动，虽然自己觉得王江是良配，但是硬逼迫女儿嫁给不喜欢的人，他也做不到。但是他绝不会答应将女儿嫁到林家那个火坑。爹爹，不瞒你说，我与那林公子只见了一面，虽然感觉他并不如传闻那般风流，但是也不是非要嫁给他不可。这事一定是王江跟你说的，毕竟我只说给他一人听了。我本是打算暗示他不要再打我的主意，没想到他竟然找你告状，可见也不是什么磊落之人。其实李蓉蓉早就等着这一天呢，毕竟当初他就料定王江不死心，
会找他爹告状，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你误会他了，他也是借酒浇愁被李二听了去，我才知道的。蓉蓉，王江为人我最清楚，虽然出身不太好，但是其他方面都是顶好的，怎么就配不上你了呢？李神医仍然不死心，爹爹，他样样好，我就要嫁给他吗？说着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爹爹，你若是强逼我嫁给他，那女儿只有一死了。快起来，说什么胡话呢？你爹爹最疼你了，怎么会逼你去死呢？李夫人连忙扶起女儿，满脸心疼的又开口对丈夫说，老爷，王江虽好，但是也要讲求两厢情愿啊，以后你给他再择一门好的亲事就是了。女儿年底才及笄，再养在身边几年吧，慢慢育，一定能找到他情投意合的人的。李神医只得作罢，毕竟他只是觉得王江好，但是也不至于把亲女儿逼死，只是该怎么跟王江开口呢？第二日，王江装作不知昨天发生的事，他在等师傅给他定心丸，可是这一等就是几日，师傅似乎有些心事，除了书页上给了他指导，并没有提他与李蓉蓉的亲事，难道有变数？果然，之后的团圆饭，师傅也再没有叫他去，只是说师母身体不适，以后就免了。王江有些急了，他不能再等下去了，于是那日他等没人了，就找到师傅开口，师傅，我已经有日子没见到蓉蓉了，今天我能去看看她吗？看着师傅脸色一紧，他心里咯噔一下，只不过他师傅接下来的话让他入坠冰窟。徒弟啊，以后你就别见蓉蓉了，蓉蓉死心眼，可能是情窦未开，你这么优秀，为师再给你寻一门更好的亲事吧。王江脸色煞白，难道师傅答应李蓉蓉嫁给林家了？师傅，那林公子整日里留恋烟花柳巷的，还霸占两家妇女，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您当女婿呢？蓉蓉年纪小糊涂，您可不能被蒙蔽啊，要是让他娶了蓉蓉，蓉蓉的苦日子在后面的，到时候丢脸的是您啊，难不成蓉蓉已经将身子给了他？看着昔日沉默寡言的徒弟，如今说的话怎么难听，难怪女儿不喜欢。夫人也说过，这王江也许并不是真的喜欢女儿，而是冲着李家的财产。徒弟，不要再说了，蓉蓉与林家没有瓜葛，你怎么能败坏蓉蓉的名声呢？这事休要再提。李神医失望地走了，王江恶狠狠地看着师傅的背影，没想到这老东西竟然好赖话不听。这时，一直在门外偷听的李二朝着屋内呸了一声，什么乘龙快婿，原来是白日做梦。从那之后，王江就觉得店里的伙计们对他都是另眼相看，总是背地里对他指指点点。敏感如他，早就发现了。一次，他还是如往常一样，让李二帮他去库房搬药材，没想到李二假装没听到，他又说了一遍，李二才慢吞吞转过身，腰还这么趾高气昂呢，还当自己是李家的准女婿呢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几斤几两，以后自己的差事别指使别人。王江气恼地扔了手里的药包，但是他又能怎么样呢？如今师傅已经开始疏远他，这些人见人下菜碟，自然不再恭维巴结他。哼，这些人的嘴脸他记住了，若是有朝一日他得了李家财产，第一件事就是将他们赶出去。眼下是该如何挽回呢？那日他拎了2壶好酒，又买了师母最喜欢的糕点上门，本想缓和下气氛，再探探虚实。他还是不太相信师傅宁愿把女儿嫁给林家，也不嫁给自己。可是他连李府的门都没进去，门童一见是他，便一改曾经热情的嘴脸，不耐烦地开口：老爷没在家，有事儿明儿去医馆说吧，我有事找师母，还请小哥通报一下。王江忍住心中的怒火，一个看门狗竟然如此对他。都说了有事儿明儿去医馆，夫人没时间。门童说完，
咣当一声就将大门关上了。王江自然知道，一个门童竟然对他这样，不是受到主人的授意，那也是听了主人的谈话揣测出来的。好，既然你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王江走后，门童进去通报，小姐，王江被我赶走了。他那个样子，看着不像是会善罢甘休的。他不罢休，还能怎样？对了，我让你拦着他的事儿，你可别让我爹知道。李蓉蓉怕王江上门纠缠，所以就提前交代了门童。可是他爹爹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斥责他不懂礼数的。李蓉蓉此时还不知道，就是因为自己办的这件事，让王江的自尊心彻底受挫，也让他彻底恨上了李家的人。李神医也冷落了王江一些日子，看着他还是勤勤恳恳地帮医馆做事，他有些不忍，于是就托人给他寻了门亲事。徒弟，你知道给咱们送药材的张家吗？他家有个女儿已经成年，出落得很是大方，刚好你也到了年纪，为师为你去提亲可好？呵，这么快就容不下自己了吗？那张家就是个收药材的，他家的女儿就是再好，怎么能跟李蓉蓉比呢？师傅这是想打发了自己啊，那就不要怪自己了。他满脸感激地开口，但凭师傅做主，只是7日后就是我爹的忌日了，我想回去祭奠一下，所以等我回来，请师傅再去帮我提亲吧。李神医没想到这王江竟然这么痛快就答应了，心中有些不是滋味。不是说喜欢蓉蓉很多年了吗？这才多久，提到另娶他人就这么轻易答应了。可是转念一想，也算是松了一口气，毕竟是自己女儿先提出的，这样也好。心里想着，一定要好好给他操办一下，还要将自己在城南的铺子一并给他，以后他就可以独立行医了，也不枉师徒一场缘分。3日后，王江告别师父，踏上了回乡祭祖之路。临走的时候，特意去跟师父告别。师父，我一直是感激您的，要不是你当初带我回来，教我医术，也不可能有我的今天。我早就把您当我的亲父亲了，只是不能娶蓉蓉。孩子，你和蓉蓉没有缘分，但是我会对你像亲生儿子一样的。李神医打断王江，看来师父是死了心要将自己赶出去了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王江走的当晚，李神医就突然感觉胸闷，但是他也没当回事，可能是当时看着王江失望的离开，心里总归是有些不忍吧。没想到第二天一早，李夫人叫他起床，才发现李神医已经死去多时了。悲痛欲绝的李夫人觉得丈夫怎么就突然死了呢？昨日还好好的，但是想到昨日丈夫突然胸口痛，就对店里的张大夫说了。张大夫检查了一下尸体，觉得并没有中毒之状，又问了李夫人，老爷是不是有心疾？是的，老爷从前就说胸闷，但是早些年他调理后已经痊愈了，不知怎么的昨日突然又疼了。李夫人如实相告。突然张大夫看到李神医手指处有一处小黑点，而李夫人确定丈夫以前并没有那个黑点，是中毒。张大夫斩钉截铁地说道，什么毒？是谁下的？李夫人惊得喊出来，是金花蛊。10年前我跟随老爷去柳新镇出诊的时候见识过，这种毒虫可通过接触皮肤进入身体，直接进入心脏，然后中毒之人起初会胸闷气短，然后会在3-5个时辰内身亡，但是一般大夫是看不出中毒而亡的。至于凶手，谁在1日后接近尸体，谁就是凶手。最终李家对外说，李神医是旧疾复发而亡。王江得知师父亡故，便匆匆赶紧回来，扑倒在灵柩前大哭。可是李蓉蓉却突然冲出来，将他推倒，是你害死我爹的是吧？众人都以为大小姐是悲痛过头了，才会说胡话。毕竟老爷死的时候，王江是在外地的，可是
当大家都看着大小姐发疯的时候，只有李夫人看到了王江有那么一瞬，竟然嘴角上扬。难道真的是他下毒？当天夜里，王江对师母说：“师母，今日您也累了，就带蓉蓉回房休息吧，我来为师傅守灵。”李夫人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，蓉蓉狠狠瞪了王江一眼，只得扶着母亲会回房。见他们母女二人走远，王江左顾右盼见无人，于是便关了门，慢慢靠近棺材。棺材被他打开，王江抚摸着师傅的手，开口：“师傅，枉你是神医，竟然连金花骨都没发现，活该你去死！你死了以后，师母是我的，蓉蓉也是我的，还有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”说着，王江就拿出一个小瓶子，对着李神医那个有黑点的手指。不多时，一条蛊虫便沿着李神医手臂往手指处游，像是闻到了什么味道，有些疯狂地找出口。突然，大门被一股大力推开，一群人蜂拥而入，门童冲在最前面，一把抓住王江的手臂，将那个小瓶子夺过来。接着张大夫也冲上前，拿着小瓶子一闻，气恼地开口：“好你个王江，竟然用金花蛊害人！”此时李夫人和蓉蓉也进来了。李夫人看着被门童按倒在地的王江，痛骂道：“你师父对你不薄，竟然真的是你害死他！你果然是冲着我们李家的家产来的！来人，报官！”王江见事情败露，也就不再伪装，狂笑道：“他对我好，当初就不该救我，救了我又答应将蓉蓉嫁给我，给了我希望，但是又让我绝望，随便找个人家就将我打发了，这就是对我好。他死有余辜，斗米恩生米仇，李夫人真是悔不当初啊！”很快，王江被官差带走，最终被判处了斩刑。人们都说他死有余辜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